回到家里呢，家门口发现了这个最新的包裹，那看来呢，过2天又可以进行这个非常优雅的开箱了。Samsung Galaxy Tab S6 Lite。Hello， 大家好。那么前期里面大家看到的那个包裹呢，里面装的就是这个三星的这个平板电脑。那这个电脑呢，不是给我自己用的，是我们家那个孩子的家教那个公司让购买，因为那里面的软件呢，只有在这个安卓的系统上才可以运行所以呢就忽悠我们家那位购买最终呢还是购买了这个。购买价格呢大概是35万韩币左右。那这个箱子呢，我们家那位和我们家那个熊孩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竟然把它给开了。那我作为这么专业的科技视频创作者，我感觉他们呢有一点太不支持我了。所以我现在的这个心情非常的不好就感觉期待已久的第一次作战开始之后3分钟就结束了，这种空虚失落感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 very bad。不过呢，不好意思，这个废话呢说的有点多。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盒子，它这个盒子整体上呢还是非常的简约的，这边有它的这个 logo， 然后是它的前后对比照，侧边的话呢写着 Samsung Galaxy Tab S6 Lite。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竟然送了这个笔，这个价格还送一个笔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这个平板电脑因为是要给我们家那个孩子给他使用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开箱就稍微这个小心一点优雅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的封条呢已经被他们给拆掉了。打开之后呢，这边就写着一个Samsung， 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本体了，非常感谢他们没有把这个本体也给我给拆掉用这种非常薄的纸全身进行了包裹。然后呢这个是它的笔，其实呢已经被我们家那个熊孩子已经拆掉了，又被我重新封装上去，然后拍摄这个视频。然后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充电器，其实还有一个数据线，我找不到了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呢应该是用来放这个micro SD 卡的。好，那么下面呢就是令人心情非常愉悦的这个撕膜的时间，我们把这个给撕开。这是它的背面，这边呢有一个摄像头，中间呢有它的这个 logo， 最下面有一个 Sound by AKG， 说明它使用了 AKG 的扬声器。然后这个呢是它的电源键，这个呢应该是它的音量按键，按下去这个手感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很清脆手感确实非常不错。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讲的放那个micro SD 卡的。然后这边呢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的接口，然后在它的旁边呢有一排这个扬声器，然后在下面对应的这个位置呢也有一个扬声器，然后呢这边是一个USB-C 的数据接口。那这个呢是它的前置摄像头，是500万像素的，而这个呢是后置摄像头，是800万像素的。整个屏幕这玻璃的质感感觉非常的不错，反光像一个镜子一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附赠的这根笔，跟这个 Apple Pencil 第2代一对比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它非常的细，非常的短。那么体验惯了这种又粗又长的之后呢，再来体验这种又细又短的，多少会有一点不适应。但是现在整体这个拿在手上这个感觉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它非常的轻这个非常的不错。然后这根笔呢，同样的我们可以吸附到它的这个右下角这个位置，这么一吸，可以看到它们互相吸的这个力度呢还是非常的强的。好，下面呢我们就按住这个电源键，看一下它的这个开机的画面非常杂乱的一排字。Samsung Galaxy Tab S6 Lite Secured by Knox Powered by Android。再来强调一下 Samsung Android 시작 중，正在开始。开机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整块屏幕它这个边缘还是有一点厚的，但是它这个屏幕的边角呢与这个平板的这个倒角呢做了同样的处理，看起来的话呢非常的舒适。我跟这个开箱呢就先到这里，让我先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具体的使用感受。OK， 那么我现在呢使用这款平板电脑已经超过了12小时零69分钟。那么下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非常主观的一些使用感受。OK， 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一块平板电脑的它的这个屏幕。那这块屏幕的分辨率呢是2000×1200，然后这个屏幕的比例呢是5:3。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阿帕德它正常的这种屏幕的它比例呢是4:3，所以这种5:3的屏幕呢，看视频的时候它上下的这种黑边它会更少，所以呢看起来会更加爽一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阿帕德呢是第6代的阿帕德，左边这个呢是 S6，所以它这个屏幕比例呢更加适合看视频，而且这个 S6 Lite 的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扬声器，所以看视频的时候这个音效呢会更加的爽一点。但是呢，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个人呢更加喜欢这个阿帕德的屏幕，它的这个颜色呢更加准确一点。这个 S6 Lite 的屏幕呢整体有一点发红的感觉，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大家看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那我们在看这种网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背景的白色啊，这个 S6 Lite 呢明显有一种发红的感觉。第二个呢，想说一下它的这个速度。那作为像我这种使用了10年阿帕德的用户来讲，使用这个三星的这个 Galaxy Tab 的时候呢，就感觉啊不是特别的爽啊，就是有一点这种卡顿的感觉啊，有一点憋屈的感觉。那我们在主画面移动这个图标移动画面的时候呢，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阿帕德呢要来的更加爽一点啊，但是这个呢可能过于主观了，可能这个平板它设计的时候呢，它就是有一点这种漂移的感觉。但是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呢，加载完成之后呢，我们向下移动。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加载速度明显是这个第6代啊，这个第6代的话呢，是我2018年购买的，是2年前的这个平板电脑，明显可以感觉到呢要更加的快一点，而且在缩放的时候呢，还是不是特别习惯这个三星的这个平板。我们在缩放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阿帕德。它缩放的这个中心点呢，是以我们2根手指中间的这个位置，以它为中心进行这样的缩放。而这个三星的这个 S6 Lite 呢，我们在缩放的时候，它慢慢就有这种漂移的感觉。刚才我们缩放的时候呢，是以这个区域为中心进行的缩放。那么现在呢，缩放之后呢，它就会向下漂移。然后我们进入游戏之后呢，也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画面上的差距。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分辨率也好整体的画质差距呢真的是有一点大。要知道这个可是2年前的这个阿帕德第6代的啊。然后我们进入设置看一下它的这个画面的设置情况。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选择的是 HD 的画质，然后是 High 风格呢都是Classic， 然后这个反锯齿呢，我们都是选择的这个 Disable， 然后 Shadows 呢都是 Enable， 然后下面的话呢，全部设置都是相同的，但是呢，整个画面我们在这个主界面就可以看到，第6代阿帕德呢都是要更胜一筹的。我们看后边的这个汽车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差距。好，那么第3个呢，想说一下就是它的这个 APP。那我在这个 Google Play 上想搜索一下我在这个阿帕德上使用了多年的这个 MindNote 这个思维导图软件，搜索之后呢，发现它是没有安卓的版本的，但是还好我们找到了一个呢，这个 Xmind 这个软件呢也是一个免费的软件，这个软件呢也是很多的粉丝之前推荐我使用的。那我安装使用之后呢，我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 bug 的我们在这个缩放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呢就会现在就是它就不能继续再缩放了，这个非常的奇怪，还是不可以，我们需要稍微移动，然后呢再进行缩放。所以整个这个安卓平板上的这个软件的用户体验呢不是特别的好，有一定的 bug 另外我在 Google Play 上面呢也找了一下这个在阿帕德上非常有名的这个绘画的软件，叫做这个Procreate。搜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类似的这种软件，图标都是差不多的。然后点击之后，打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假冒伪劣的这样的一个 APP。当然了，这个 App Store 上呢也是有假冒的，但是没有这么严重。那么这么一款非常有名的绘画软件，在 Google Play 上你这么一搜可以发现这么多假冒伪劣的产品，这对于用户来讲呢，确实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另外，在谷歌自己放弃了平板业务的情况下呢，相比于苹果的100万 iPad 适配的 APP， 安卓平板的这个软件数量确实有一点少，而且呢，很多都是手机版直接放大，这也直接造成了开发者呢不重视这个安卓的平台。那最终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这些用户这个非常的可惜。我跟他们说了这么多缺点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这个优点还是有非常多的优点的。首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带了这样的一个笔。那这个笔呢，拿在手上非常的轻巧，而且实际使用下来，我个人感觉比这个 Apple Pencil 在书写方面呢还要更加的给力。好，下面呢我们就实际来书写一下，这是自带的这个笔记本这个应用。我们点击以后呢，它就会弹出这样的窗口，我们可以大屏显示。然后点击这个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笔刷我们随便选择一个钢笔，然后呢，我们来简单的书写一下。
那这个整体的书写的感觉呢，我个人感觉更像这个真正的在用笔在纸上这样的书写的感觉。那么我们看官方的数据的话呢，这个笔的延迟呢是在26毫秒啊，那相对来讲的话呢 ，Apple Pencil 第2代它呢是9毫秒，所以说数据上来讲呢，这个 Apple Pencil 第2代它的延迟呢会更加的小，但是呢，个人感觉啊，在这个上面写字这个感觉呢，可能是因为它贴了这个类纸膜的关系啊，我个人是更加喜欢啊，在这上面书写的这种感觉。那这个 Apple Pencil 的话呢，它整个写出来的字呢，不像是我们真正在纸上写出来的这样的效果。当然，这里讲的呢是系统自带的笔记备忘录这里面的一个书写效果。那第三方的软件的话呢，就另当别论了。总之，使用这个笔来书写的话呢，非常客观的来讲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另外一个优点呢，就是安卓系统的一个老优点了，就是我们可以插入这个，我们可以在这里啊插入这个 SD 卡 micro SD 卡来扩充容量。那官方的数据呢，这个最大可以扩充到1个T 的容量，但是反观我们的苹果呢，还是在做着这个容量的生意。32GB 和128GB 中间差了13万韩币左右，所以我们在选择阿帕德的时候呢，就会遇到这种非常纠结的情况，是多买一点容量，还是省下一点钱啊？但是这又没办法，苹果的系统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么重视安全的苹果来讲的话呢，他们未来肯定还是要继续做这个容量生意的啊，这个也没办法。OK，那这些呢，就是我使用这个三星 Galaxy Tab S6 Lite 啊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使用感受。那下面呢，就给大家一些购买的建议。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iPhone 的话呢，在购买平板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这个阿帕德，因为你购买这个阿帕德之后呢，享受过这种生态上的融合体验之后呢，你会再购买这个MacBook，然后呢再购买这个 Apple Pencil， 再购买这个 Apple Watch， 最后呢还会购买这个价格非常 Magic 的 Magic Keyboard。而如果是使用的安卓的手机，而且购买这个平板之后呢，使用的主要的一些功能呢是这样记笔记，然后呢浏览一些网页，然后呢再看一点视频。我个人呢还是非常推荐这款三星 S6 这个 Lite 这个平板电脑的啊，因为这个平板电脑性价比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呢它还带这个笔啊，这个非常的不错。那最后一句话总结我对它的使用感受的话呢，用完它之后再使用这个阿帕德菠萝真的是 amazing。我跟大家这个视频就是这，如果你喜欢